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是，结婚当天，20万份子钱不翼而飞。我报警找警察查清真相，原来是婆婆拿走，美其名曰替我保管。本来我还想看在老公的面子上息事宁人，爱慕他的女人却在一旁茶言茶语。20万而已，要是我就直接孝敬给长辈了。他倒是大方，这20万里有17万都是我父母亲戚给的。今天是我和洛环恋爱3年，修成正果的日子，在亲朋好友们的见证下，我们举行了婚礼。婚礼结束后，我们清点东西准备离开酒店，可清点来清点去，发现其他东西都在，唯独份子钱不翼而飞了，那足足有20万呢。婆婆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瞬间黑了脸，怎么这么没收拾？早说让你们把份子钱给我收着，你们不听，这下好了吧，弄丢了。在婚礼前，婆婆就提出让我和洛环把收到的份子钱都放她那存着，以免我们乱花。但洛环想着，婆婆是个偏心眼，这份子钱要真到了她手里，估计就有去无回了。况且我这边的亲戚更多，随的份子钱也比她家多，就拒绝了。自那时起，婆婆就对我说，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。洛环怕我有心理压力，赶紧说道，我们再好好找找，说不定是放错地方了。找了一圈没找到，我直接提议，要不报警吧？不行。一听我要报警，婆婆脸色都变了，立马反驳。随后她僵着脸解释，来参加婚礼的都是亲朋好友，哪能让警察挨个去查人家呀？丢就丢了，算了。之前婆婆还为了份子钱该谁收的问题，没给我们一个好脸色，这下又拦着我报警，说算了，很不对劲。我没理她，直接打了110，警察很快赶了过来。由于金额巨大，警察的效率很高，在调了监控，比对了指纹后，立刻找出偷了我们份子钱的人就是婆婆自己。难怪她拦着我报警呢。查清楚了事实，我没来得及说话，婆婆就先一屁股坐地上，开始哭天抢地起来。哎呦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哦？好心替我儿子儿媳管钱，还要被他们当贼，我不活了我。然后一直暗恋洛环的绿茶也跳出来找存在感，环哥哥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阿姨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到这么大，你怎么能让嫂子为了区20万就报警抓阿姨呢？我们做小辈的，哪怕给长辈20万孝敬他，都是应该的。这话一出，婆婆哭得更带劲了，还是雪晴懂事啊，阿姨当初就想让环环娶你当媳妇，哪知道环环瞎了眼，非要娶这个黑心的女人。呵呵，两人这波配合打的，那叫一个漂亮。本来我还想看在洛环的面子上息事宁人算了，这下好了，请婆婆一起去警局喝杯茶吧。到了警局，由于金额巨大，警察劝我考虑清楚，要真立了案，婆婆可能会面临3到10年的牢狱之灾。婆婆觉得洛环不会不管她，有恃无恐，连欠都不愿意给我道一个。谁知洛环直接大义灭亲，把选择权交给了我，说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。这下婆婆彻底炸了，好你个没良心的洛环，娶了媳妇就忘了娘。你忘了妈是怎么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的吗？就为了这20万，你就眼睁睁看你媳妇送妈去坐牢啊？再说了，这20万份子钱还有我洛家亲戚送来的，凭什么算他康曼妮一个人的？听见这话，接警大厅里的群众都围过来看热闹，大家眼里都闪过对婆婆同情的目光。
洛环听到母亲这么骂自己，并没有反驳，而是低头沉默着。可我却忍受不了她这样骂我老公，于是我反驳道：“你能有多辛苦啊？洛环刚出生你就把他丢乡下给爷爷奶奶养着，不闻不问，眼里只有你小儿子。好在他自己争气，考上了大学。你看他现在出人头地了，就来摆你亲妈的款了。你做梦！我告诉你，有我康曼妮在，谁都别想欺负我老公。还有你说的份子钱，你骆家撑死就来了3万，剩下的17万都是我康家来的。警察同志，请问盗窃17万能判几年？警察，也就是3到10年。行，那帮我立案吧，同志。见谁都拿捏不住，婆婆态度终于软了下来。她连忙拉住我：“哎呀，一家人立什么案呢？妈也是怕你们乱花钱，这才想帮你们把钱收着。既然你们自己有计划，那这钱还是给你们自己拿去，行了吧？”我无动于衷，坚决立案。他又转换目标对洛环说道：“环环，你就跟你媳妇说说，别立案了。我好歹是你妈呀，妈都一把年纪了，你就忍心看妈去坐牢啊？”其实我跟洛环本来就没真打算立案，只是为了给婆婆一个教训。见她服了软，我们也就借坡下驴了。回到家，洛环充满歉意地说：“对不起，老婆，今天是我没管束好我妈，给你添堵了。这不怪你。”早在婚前，洛环就把她家的情况都跟我说了。婆婆偏心，弟弟自私薄情，那2人都不在乎她，只想把她当提款机而已。想到这，我心疼地安慰道：“以后我们就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，谁都不能欺负你，哪怕是你妈也不行。”安慰好了洛环，我们开启了甜蜜的新婚生活。但几天后，婚礼当天没露面的洛环弟弟又来作妖了。那天我和洛环正在吃饭，突然一声巨响从窗边响起，把我们吓了一跳。一声巨响之后，随之而来的又是好几声巨响。等声音停了，洛环赶紧起身查看情况，原来是有人拿石头把我家的玻璃全给砸了。我家就住2楼，很容易让人得手。我气坏了，直接找物业查了监控，最后发现砸玻璃的人居然是洛环那高3的弟弟洛飞。现在正是假期，他去了外省参加了学校的冬令营活动，所以没赶上我和他哥的婚礼。结果一回来就把我们婚房的玻璃砸了，想必是听说了婆婆被我们送进警局的事实了。我直接带着洛环杀到了婆婆家，把用手机拍的监控录像直接往婆婆和洛飞面前一扔，让他们给我一个解释。洛飞语气很冲：“谁让你们把我妈弄警局去了，我就砸了你玻璃，怎么着吧？”我看着婆婆，妈也是这么想的。因为我已经签了谅解书，没立案，婆婆一下子又支棱起来了：“不就是块玻璃吗？砸了就砸了。”菲菲也是心疼我：“你们这做哥嫂的，不会因为一块玻璃又想把菲菲送派出所去吧？”那当然是不能。于是我拿出装修的票据，我们装的是3层隔音玻璃，1000块钱1块，4块玻璃就是4000。派出所不用去，小叔给钱就行了。闻言，洛飞嗤笑一声：“我妈说了，将来我上大学娶媳妇的钱都得让你跟我哥出，就这破玻璃，你还想让我们赔钱？门都没有。”我就说小叔子一个高3学生，怎么做事这么没谱？原来是有这么个更加没谱的妈呀！原本他是洛环唯一的兄弟，如果他思想正常的话，我们做哥嫂的帮衬他一下也无可厚非。但很显然，他被婆婆养歪了。既然这样，
他1分钱的支持都别想从我和洛环这里拿到。见他们这副无赖的样子，我懒得再跟他们多费唇舌，拉着洛环就走了。走之前，我意味深长地看了洛飞一眼，你可别后悔。布置好了一切后，我就在家等着看戏。果然没几天，婆婆就带着洛飞气急败坏地杀到了我家。同行的还有一直暗恋洛环的洪雪晴。一进门，洛飞就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不就一块破玻璃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有必要把监控传到我学校里去，闹得人尽皆知吗？这下你让同学们怎么看我？一块玻璃而已，你赔了不就行了？没钱就找你妈去啊！我阴阳怪气地说道：不是吧，不是吧，不会真有人连块玻璃都赔不起吧？其实玻璃是小，我要的是他们对我和洛环尊重的态度。洛环因为心软，从前在他们手里吃过不少的亏，如今他有了我当然要帮他支棱起来。这时洪雪晴出来说话了：哎呀，嫂子，你说你都多大的人了，怎么还跟菲菲一个小孩子计较呀？他毕竟是环哥哥的弟弟，你怎么这么见外呢？要不这样吧，这玻璃钱我替菲菲给了，毕竟菲菲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把她当亲弟弟一样的。洛菲小年纪就学会了见风使舵，见有人替他出钱，马上抖了起来。还是雪晴姐大方，不像有的人掉钱眼里去了，连块破玻璃都上赶着要人赔。要不雪晴姐，你当我嫂子算了。菲菲，你别乱讲了，环哥哥现在都结婚了，我怎么好破坏别人家庭呢？洪雪晴话虽这么说，但她盯着洛环露骨的眼神却出卖了他。不过她这么上赶着追洛环也能理解，因为洛环的确优秀，出生在这样的原生家庭里，遭受了一切不公平的待遇，还能养成一副乐观向上的性格和积极努力的人生态度，实属不易。再看她身材挺拔，长相精致，的确挺招人的。洛菲继续当搅屎棍，结婚了又怎样？我妈不认这个儿媳妇，我也不会认这个嫂子。我哥迟早得跟她离。本来洛环任我出气，站在一旁不吭声，但听见这话却是忍无可忍，怒怼他弟：我娶的媳妇要你和妈认什么？我自己认就行了。既然你这么喜欢洪雪晴，那不如哥替你做个媒，你把她娶了吧。环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洪雪清渲然欲泣地看着他：我只是把菲菲当弟弟而已，我喜欢的人一直是你啊，你怎么能这样说人家？呵呵，还有你，我从小到大都拒绝你多少次了，你听不懂人话是吗？我妈跟我弟上门，我还能忍住气接待一下他们，你又算什么东西？给我出去，我们家不欢迎你。闻言，婆婆黑了脸：洛环，你怎么说话的？雪晴这么好的姑娘上赶着要嫁给你，你不珍惜就算了，骂她做什么？洛环嗤笑一声：她再好能有我老婆好？在我眼里，她连我老婆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。她这么三番五次想插足我和曼妮，我骂她都算轻的。这话说得毫不留情，任洪雪晴有多厚的脸皮，都经不住这样造。最后她哭着跑走了。见洛环上道，我心里爽快多了。他一向重情，碍于他妈和他弟是血脉亲人，不好说重话，但对于企图破坏我们感情的人，无论男女，他向来都是重拳出击。至于他妈和他弟嘛，我有的是时间陪他们玩。从那天之后，婆婆和洛菲消停了一阵子。毕竟洛菲现在高3，正是冲刺高考的重要时刻，婆婆也租了学区房在陪读，所以没那么多时间来我家作妖。但没过多久，我就听洛环说，
洛菲好像最近早恋了，早恋对象还是个不学无术的小太妹。在小太妹的影响下，洛菲本就不咋样的成绩下滑得更厉害了。婆婆非常生气，直接勒令她和小太妹分手。可洛菲现在正是叛逆的年纪，哪肯听呢？于是婆婆让洛环这个做哥哥的去劝劝她。洛环真心去开导她，却被洛菲不耐烦地怼了回来，甚至还让洛环别在她面前耍什么大哥威风，得好心当成驴肝肺。我让洛环别管她了，但我们不管她，他们却又找上了门来。高考前夕，婆婆直接带着洛菲来到了我家。今天他俩就跟换了个人似的，一个亲亲热热地喊我曼妮，一个毕恭毕敬地叫我嫂子。可我把惊呆了，但很快狐狸的尾巴就藏不住了。饭桌上，婆婆旁敲侧击地问我：曼妮呀，妈前几天听人说你亲伯父好像升职当教育局局长了是吧？听见这话，我心里顿时警觉起来。是啊，妈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？那可太好了。婆婆喜笑颜开地看着我，既然是教育局局长，那肯定能弄到高考试卷吧？你看我们菲菲马上就要考试了，你让你伯父给我菲菲弄份试卷来。都是一家人，等以后菲菲考上好大学，有出息了，忘不了你这个嫂子。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精彩故事。嚯，这可真行啊！不等我说话，洛环先替我拒绝了。这是不行的妈，曼妮她伯父刚正不阿，连自家亲戚的小孩都不开后门，别说我们了。洛环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是不想帮你弟弟了？曼妮都还没说话呢，你上赶着拒绝什么？我拦住还要说话的洛环，直接跟婆婆杠上了。洛环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高考是公平公正的，不可能会给任何人开后门。好好好，婆婆气得半死，指着我们的鼻子大骂。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你们这对黑心的夫妻，连自己亲兄弟都不管。洛环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早知道当年我还不如不生你。这话太重了，给了洛环这个亲情缺失的人重重一击。我十分火大，拎起婆婆和洛菲带来的东西就扔了出去。吃着我家的饭还敢骂我老公，给我滚出去！将人赶跑后，我赶紧抱着洛环安慰：没事了，老公，有我呢。洛环苦笑道：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妈为什么会这么偏心，我也是她儿子啊。是啊，别说他了，我一个外人也想不通，为什么同样都是儿子，婆婆会这么偏心。但无所谓了，以后我会好好护着她。婆婆被我赶跑后，彻底跟我们撕破脸了。她闲来无事，整天在我们小区里说我和洛环的坏话，说洛环不孝，娶了媳妇就忘了娘，连自己的亲兄弟都不管，还说我是个黑心泼妇，撺掇他儿子跟他离心。他说的煞有介事的，让很多不明真相的邻居都信了他的鬼话。最近我出门买菜，都遇到不少人对我指指点点的。我虽然不在乎流言蜚语，但听得多了也挺烦的，就想着要找个机会澄清一下。没想到婆婆居然自己把机会送上门来了。那天正是高考的日子，我和洛环出门约了个会，很晚才回去。一到小区门口，就看见婆婆和洛菲等在我们门口，表情十分慌张，一看就没什么好事。见我们回来了，婆婆直接冲过来拉着我哭诉：曼妮呀，这次你可千万得救救菲菲呀！那天还在我家恨不得吃了我，今天又一口一个曼妮的，这变脸速度也太快了。我问道：又怎么了？婆婆扑通一下跪在地上：今天考试，菲菲她被人骗了。
有人在考场门口自称教育局的人在卖什么高考答案，菲菲以为是真的，就买了一份带进去，结果被监考老师给抓住了呀！不仅取消了他的成绩，还说要限考3年呢。妈求你，让你伯父帮帮忙吧！原来洛菲自从早恋后，成绩下滑得厉害。他怕自己考不上理想的大学，就动了来我这动用关系拿高考试卷的心思。被我拒绝后，听见有人自称教育局的人卖答案，他就信以为真了。闻言，我简直匪夷所思，这种低级骗局居然都有人信。不过想想，洛菲也不过就是个刚成年的小屁孩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洛环不想我为难，就想把婆婆扶起来。妈，你先起来吧，有什么事我们回家说。不，你们要是不答应妈，妈就不起来。她这副姿态惹得过路的居民都纷纷侧目，有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居然还停了下来。一个上了年纪的大妈见婆婆跟她差不多大的年纪，立马过来说话了。哎呦，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能让婆婆跪自己呢？也太不像话了，真是不孝。有人开了头，其他人也纷纷加入了进来。就是婆婆都跪地上求你帮忙了，再难办的事你也得办了呀。我被这些人气到无语，直接对道：你们知道是什么事吗？就在这下劝。我告诉你们，我这小叔子高考前让我利用教育局的关系去偷试卷给他呢，我没同意，他就自己今天在考场上作弊被抓了，现在又求我用教育局的关系摆平这事呢。我要是真把这事给摆平了，那对其他的学生公平吗？围观的人里面，很多是自家有小孩还参加高考的，听我这么说，立马跟我同一战线起来。哎呦，高考作弊啊，那是太不像话了。我们家小孩都是自己挑灯苦读去考的试呢，哪能让你一个人走关系啊？就是，这也忒不像话了。我家妮儿去年差1分没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，指不定就是有像你这种作弊的人挤掉她名额了。看舆论都偏向了我，婆婆脸色难看得很，还想说什么，却被洛菲止住了。他到底只是个18岁的小伙子，在人群中被人指指点点，他自尊心受不了。洛菲把婆婆拉起来，梗着脖子恼羞成怒地对我说道：我不稀罕你个臭婊子的帮忙，你给我等着，以后我发达了，看我怎么弄死你。说完他就拉着婆婆走了。经过他们这么一闹，之前关于我和洛环的传言反而渐渐散去了。毕竟无理之人到哪里是站不住脚的。后来我听说洛菲被这个打击压垮了，消沉了一阵子后，他索性跟小太妹光明正大地谈起了恋爱。在小太妹的带领下，洛菲开始和社会上的人来往，抽烟喝酒打牌飙车，她一夜之间全学会了。这可把婆婆气得半死，她想找小太妹理论，让她别再缠着自己儿子。可小太妹和那些社会上的兄弟姐妹没把她一个老太婆放眼里，扬言婆婆再敢去找他们逼逼赖赖就废了她。没办法，关键时刻婆婆又想起了她那靠谱的长子洛环，毕竟是亲弟弟的事，洛环也不好不管，于是说给他介绍份工作先做着。等过了3年限考期后，洛菲还想读书的话，他再联系学校送他去读书。可洛菲却狮子大开口，说他最近跟人学炒股赢了不少钱，让洛环给他投资个几十万当本钱，赞助他。一听小儿子这么说，婆婆又立马换了说辞，让洛环拿钱。洛环气笑了，直接把2人都赶了出去。可是以婆婆的作妖能力和洛菲的闯祸能力，他们又怎会轻易放过洛环呢？婚后的第5个月，我怀孕了。
洛环知道这个消息后，激动得热泪盈眶，把我抱起来转了好几圈。就在我们准备出门庆祝一番时，洛环就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。洛环先生是吧？我们是东风派出所的，你赶紧到蓝玉大桥来一趟，你母亲和弟弟要跳桥自杀。我就知道这两人一刻都不会消停。无奈我和洛环只好改道去了蓝玉大桥。洛环担心我，想让我留在家里，她一个人过去处理。可我知道婆婆和洛妃那么难缠，我当然不会让她独自去面对。当我们到蓝玉大桥时，就看见婆婆坐在桥栏杆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哎呦喂，我不活了，这些杀千刀的混混啊，是要逼死我呀！洛妃坐在另一边，也哭得伤心不已。妈，你快看，哥来了。他肯定不会不管我们的。当警察跟我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我彻底无语了。原来上次洛妃说的炒股就是跟人一起搞网络赌博。他结识的一个社会大哥带他赌了几次，洛妃直接赢了好几十万，他一尝到甜头就真心动了。结果他越赌越大后，就开始频频输钱。陷入泥沼的赌徒是没有回头路的，很快他就把之前赢的几十万给输了回去。不仅如此，他还问混混们借了不少钱，全都输得一干二净。等人讨债讨到家里来之后，婆婆才知道这件事，马上带洛妃报了警。带她赌博的社会哥已经跑了，但洛妃对其他人借的钱却跑不掉，这是明摆着就是一群混混针对她设的陷阱。可带她赌的人已经跑了，没有证据，而那些债却有洛妃本人的签字画押，赖是赖不掉的。他们还扬言，洛妃要是不还钱，就要废了她，所以才有了今天跳楼这一出。看着这母子俩在栏杆上做戏，我不由得冷笑一声。他们这次倒是学聪明了，知道在我们这讨不到便宜，索性闹了自杀这出，妄图道德绑架我们。警察和周围群众在旁边劝他们冷静，然后又对我和洛环说道：“你们也快劝劝，先把人劝下来再说。”洛环无奈极了：“妈，菲菲，你们先下来。哥，你就看在我们是亲兄弟的份上，帮我把这钱还了吧，我也打个借条给你，等以后我挣了钱再还你。你具体欠了多少钱？”洛妃支支吾吾的，还尚存一丝羞耻之心，可婆婆却理所当然嚷嚷道：“就80多万而已，对你们夫妻俩来说不算多。呵呵，就80多万而已。”她说的这么轻松，自己怎么不去还？洛环直接拒绝道：“这么多钱我也拿不出来。妈，你知道的，我才刚工作几年，就连跟曼妮结婚的钱都是我自己省出来的，我哪有80万拿给菲菲去还？你媳妇家不是有钱吗？你上她家先借点，妈保证，等以后菲菲挣钱了就还你。”不可能，我是不会去曼妮家借钱的。说到这个，也是洛环的一块心病。她跟我结婚的时候，我爸妈是不太同意我跟她在一起的，因为她家里条件实在太差了。要不是洛环本人足够优秀，我也认准了她，我爸妈还真不一定同意。要是刚结婚，她就上我家去借钱，那洛环成什么人了？可婆婆仿佛就在等她拒绝，一听这话，她立马占据道德高地哭了起来。大家都快来看看我这没良心的儿子啊，一点亲情都不顾，他要眼睁睁看着我和他弟弟去死啊！围观圣母，哎呀，你小伙子看起来斯斯文文的，怎么这么狠心啊？不是妈妈和弟弟借你点钱吗？又不是不还，你至于眼睁睁看着亲人跳江吗？我看不过去，直接对道：“呵呵，又不是不还，那你借给他呗。”围观圣母，你这话说的，
他们又不是我婆婆小叔，我凭啥借？是啊，他们又不是你婆婆小叔，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闻言，警察向我投来不赞同的目光。他小声说道：这钱不管借不借，你们先把人劝下来再说，难道还真能眼睁睁看他们去死啊？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大，婆婆眼里闪过的金光也越来越明显。可惜有我在，注定不会让他们如愿。不就是演戏吗？谁不会呀？面对众人的步步紧逼，我酝酿好情绪，假装被气倒，然后捂着肚子，面色痛苦地对洛环说道：啊，我的肚子，我的孩子！看到我这副模样，洛环吓坏了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闻言，旁边的警察也慌了。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洛环急急地说道：我老婆怀孕了，刚怀上，胎还不稳呢。见状，警察赶紧把我扶到一边的台阶上坐下。婆婆见大家的注意力都到了我身上，她马上找存在感。哎呦，菲菲呀，看来你哥是打定主意不管我们母子俩了，咱们还是死了算了。他好我也好，我比他演技更好。当着众人的面，我也哭了起来。妈，你到底要怎么才肯放过我和洛环啊？你先是要我帮洛菲高考作弊，又是问洛环要几十万给洛菲学炒股，现在又要我们拿80万给洛菲还债，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呢？我这刚怀上孕，还得为宝宝考虑呢，您就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好吗？说完，我捂着肚子痛哭大叫：啊，老公，我肚子好痛！我这凄厉地叫声只把洛环和警察都给吓懵了。警察怕刺激我，不敢再劝，而洛环一把将我抱起就想往医院赶。走之前，她怒气冲天地对婆婆和洛菲说道：你们不是想死吗？那就去死吧！你们俩的命加起来都没有曼妮和孩子重要。如果曼妮和孩子有什么事，你们就算不死，我也饶不了你们。洛环能突然说出这么狠的话，让我有点意外。不过想想也能理解，他从小就是被母亲漠视压榨的孩子，所以他迫切地渴望家庭的温暖。和我结婚后，他也一直在期待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，然后好好爱他，弥补自己童年缺失的亲情。可好不容易盼来了孩子，却马上又要面临失去他的可能，洛环自然就爆发了。到医院后，我当然没事，但这件事却给了洛环一个教训。她打定主意和婆婆和洛环断绝来往，不再让他们影响我们的生活。可没想到，这一决定却逼急了婆婆和洛菲。自从上次婆婆和洛菲跳河威胁无果后，他们好几天都没再出现。我心里觉得不安，但因为有了身孕，也没再过多的关注他们。谁知半个月后，婆婆和洛菲竟然提着大包小包找上了门来。洛环因为上次的阴影，压根就没打算让他们进门，可婆婆却不再像从前那样嚣张跋扈，而是扮起了可怜。环环，以前的事妈都知道错了，妈也不知道曼妮已经怀孕了。妈要是知道曼妮肚里怀了我的大孙子，妈无论如何也不能干出那么蠢的事啊。洛菲也做出一副洗心革面的模样。哥，以前的事都是我不对，我在这里给你和嫂子道歉了。因为我的错，妈已经把家里房子卖了替我还债了。现在我和妈都无处可去了，只能来投奔你和嫂子了。原来如此。我说他们这段时间怎么一直没消息呢？原来是卖房还债去了。可以婆婆这么胡搅蛮缠的功夫，我不信她会那么轻易的卖房还债。洛环也不信，所以她拒绝收留婆婆和洛菲。妈，菲菲，这套房子是我和曼妮的婚房，让你们住进来也不太合适。这样吧，
我出钱替你们租套房子，你们还是在外面住吧。洛菲还想说话，却被婆婆拉住了。她一脸愧疚地说道：我知道的，环环，妈和菲菲不会再打扰你和曼妮的生活，只是我们现在房子卖了无家可归，你就先让妈和菲菲在你们这暂住几天，等你找好房子，妈和菲菲就搬走，你看行不？这话说得极尽哀求，别说洛环这个亲儿子了，就连陌生人看了都会心软。也许婆婆是看在我肚里孙子的份上，真的变了。我和洛环对视了一眼，同意了婆婆暂住几天的要求。可没想到，正是因为这一决定，差点让我和洛环命丧火场。婆婆住在我家的这几天，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我这个孕妇，做饭、煲汤，简直比洛环这个亲老公还殷勤。于是我和洛环也就放松了警惕。可没想到，我们只稍微松懈了一点，当晚就出了事。晚上我和洛环准备睡觉时，看见婆婆还在厨房里忙活着。洛环让她去睡觉，她却摇摇头说道：你先睡吧，我给曼妮先把汤煲好，等明早她一起来，刚好就能喝。等洛环回到房间后，我们打开了装在家里的监视器，发现婆婆的确如她所说在煲汤，看上去一切正常。本来这监控我们是买来等宝宝出生以后，用来观察宝宝状态的，但婆婆和洛菲突然住了进来，想到他们以前做的事，我们不得不多留了个心眼。不过几天观察下来，他们一切如常，于是我和洛环放下心来，直接睡觉了。可睡到半夜时，孕期浅眠的我突然被一阵呛鼻的烟味熏醒了。从门下的缝隙看过去，隐约能看到外面的红光，失火了。我赶紧叫洛环起来，可洛环却毫无反应，任凭我大力推她都没有任何动静。这很不对劲。电光火石之间，我突然想起了临睡前婆婆给我们喝的那碗猪肚汤。洛环一口不剩喝了个干净，而我因为孕吐没胃口，但又不想服了婆婆好意，就趁她不注意时，让洛环替我喝掉了。看洛环这样子，汤里应该放了安眠药。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去开门，发现门居然从外面锁上了。我心里有了重不好的预感，拿出手机监控一看，我心瞬间沉了下来。果然又是婆婆搞的鬼。她借口煲汤，在我们睡着之后，直接在我和洛环的房间外点了火。等火燃了之后，她又用钥匙把我们的房门从外面锁上了。而此刻，她还和洛菲悠哉地坐在客厅里，一边用湿毛巾捂着嘴，一边等火势烧起来。我猜她是想等火势烧得快控制不住时，再带洛菲逃生，然后再假惺惺地打119。最后等119赶到，我和洛环会因救援不及时而被活活烧死。等我和洛环死后，婆婆和洛菲作为洛环的直系亲属，可以直接继承我们的遗产，而她的罪证也可以被这场大火完美掩盖。只可惜呀，那碗汤我没喝。今夜我和洛环注定命大。我打了119之后，消防员很快就来了。在他们破门而入灭火时，婆婆和洛菲都懵了，不知道自己的计划哪一步出了问题。等我和洛环顺利得救后，婆婆又赶紧换了副嘴脸说道：哎呀，怎么好端端地就起火了呢？曼妮你没事吧？环环怎么了？怎么还睡着呢？我甩开她的手，冷冷地说道：别装了，我知道火是你放的。婆婆眼神一闪，心虚地反驳：什么我放的？曼妮你可别瞎说。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家里装了监控的事情，想到婆婆在计划败露后的精彩反应，我心里真是迫不及待。于是我把手机里实时监控的视频放给她看了。
眼见婆婆的脸色由红到白，我心里痛快极了。有什么话，你去警局跟警察说吧。没想到我会有证据，婆婆这下是真的怕了，竟然吓得直接跪在地上求饶。曼妮，妈错了，妈一时鬼迷心窍，你别报警抓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呵呵，这话你留在法庭上跟法官说吧。我看向洛菲，笑得恶意满满。还有你，我会把你一起告死的。洛菲今年已经满了18，已经到了承担刑事责任的年纪，她吓坏了，直接把责任全都甩到了婆婆身上。不关我的事啊，嫂子，这一切都是妈的主意，要抓你们就抓她，别抓我，跟我没关系。听见这话，婆婆看着这个自己宠了10几年的小儿子，简直难以置信。她可以主动替洛菲担下这一切罪责，但她无法忍受自己最疼的儿子对她这么无情。呵呵，就让他们这对塑料母子去监狱好好反省吧。我和洛环把婆婆和洛环以故意杀人未遂的罪名告上了法庭。我们有证据在手，要给他们定罪简直不费吹灰之力。开庭那天，婆婆在法庭上直接给洛环跪下了，求她撤诉，不要告她和洛菲。婆婆哭得悔恨不已，环环啊，妈真的知道错了，妈不是故意要害你和曼妮的，你就原谅妈最后一次吧。妈以后带着菲菲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出现了。可洛环看了监控视频后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说什么都不肯撤诉。婆婆急了，洛环，我可是你亲妈呀，你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洛环失望地看着她，你也知道你是我亲妈，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狠？我真的很好奇，我和洛菲都是你亲儿子，为什么你那么疼洛菲，却对我不闻不问？听见洛环的质问，婆婆眼神闪了闪，说道，你先撤诉，你撤了诉，妈以后再也不偏心了，肯定对你和菲菲一样，你别告妈了。只可惜洛环已经被她彻底伤透了心，丝毫没有心软。于是法庭当庭判决婆婆故意杀人未遂罪，处刑8年。而洛菲虽没有具体侵害行为，但在婆婆犯罪实施过程中不仅没有阻止，还放纵其行为，被定为协助他人犯罪，处刑2年。当听到自己的刑期后，婆婆终于忍不住露出了真面目。她疯狂地想冲过来厮打我们，却被法警制住了。你个克父克母的扫把星，当年算命的说你克我们，你爸不信，就被你克死了，现在我又被你克进了监狱里，你说当年我怎么就让你活下来了呢？早知今日，老娘当年就该掐死你，免得你坏了家里风水。这话说的既恶毒又荒唐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那些封建迷信。但洛环却把这话听进了心里，不知想到什么，她不敢置信地问道，所以这么多年你偏心，对我不闻不问，就是因为这个？婆婆知道自己逃不了了，什么恶毒的话都往外蹦。可不是，当年你生下来，算命的就说你克我们，你爸非不信邪，结果就被车撞死了，然后我把你丢到乡下去，这么多年我都好好的，结果你结婚我一来就被你克进了监狱里，你就是个丧门星，那场火怎么没烧死你个祸害呀？看着洛环大受打击的样子，我怒火中烧，直接冲上去，左右开弓扇了他2个大耳光，速度快的连法警都反应不过来。你个死老娘们，把嘴给我闭上！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封建迷信那一套？洛环他爸的死就是个意外，至于你个老娘们，你要不作妖能进监狱吗？你小儿子倒是不克你，但他可把这罪全推你头上了呢。要换成洛环，
她抢着帮你顶罪都来不及，哪会推卸责任呢？这些婆婆心知肚明，但我偏要说出来杀人诛心。你扪心自问，这些年洛环对你怎么样？就算你对她偏心，她心里还是记着你这个妈，有什么好的都想着你。她说是说让您出去租房子住，不再管你跟洛妃了，但她还是在心里盘算着，等以后手头宽裕了，再买一套小户型给你养老。可你不知足啊！听见这话，婆婆怔了怔，不可能。她怎么会？她当然会。洛环是什么人，洛妃又是什么人？其实你这个当妈的心里才最清楚，不是吗？被我这么说了一通，我第一次在婆婆眼里看出了一丝真实悔恨的情绪。可她现在悔悟已经晚了，洛环的心已经死了，他们这辈子的母子情分也就到这了。8年后，婆婆出狱了，她褪去了从前的强势精干，变得畏首畏尾起来。8年的牢狱生涯，将她原本不算苍老的容颜摧毁得老态纵横。出狱后，她去找了洛妃，可却被洛妃赶了出来。洛妃是6年前出狱的，出狱后因为有案底，找工作一直不顺，就又像从前一样，跟社会上的混混混到了一起。她嫌婆婆老了，没用了，根本理都不理她，生怕婆婆拖累了自己。最后没办法，她又找到了我和洛环这里。我们答应每个月按照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给她一笔养老金。至于这个妈，洛环是不会再认了。这大概就是恶有恶报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投稿自己的故事，我来讲述分享给大家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